3月的热海之旅。这一天是第4天，那预计可能要从热海退发，然后前往玉电厂的奥莱做逛街，那结束以后再前往新宿，最后住在新宿。途中呢也有到热海，也有在这里就是玉电厂的右边这个就是饭，吃这个的鳗鱼饭。那在奥莱认真的血拼。2020年3月17日，前一天呢，我是到富士宫，然后晚上到爱知市。那这一天退房，然后早上是简单的做一个晨跑，下着小雨，不过现在吃完饭再出来雨一停。这里有一个足汤，这个足汤呢，我前几天刚都很想要来。这个足汤关着有川家康的名字，所以当然非常想要来。那我是刚好我们早上离开，就晚上回来时间很晚，所以这一天退房前我想说，是有芥末的沙拉，时间刚好，结果呢，他就在维修，就从这一天开始17号。OK 的话10点。好，那再来呢，我要先搭车从热海搭到沼津站，这时间非常短，很快就会到沼津。那之前在静冈的出差呢，也曾经在沼津这个城市住过，一个步调不算太快的城市，然后远方有一个海港，然后算是交通一个蛮重要的枢纽。那在等待转车的途中呢，我们就跑出来，在车站这边晃一下，有饭店，然后还有它的卖场。这个出口蛮有趣的，就是出口就是接到卖场里面的动漫，就准备要搭乘玉电厂线。月台有这个历史的食物跟面，蛮特别的。那之前有搭过玉电厂线，曾经有一次静冈出差，这次是反方向。那在这个路上呢，它会可以对着富士山，这是今天虽然天气算好，但是云层非常的厚，所以看不太到富士山，是蛮可惜的。那上次到这个玉电厂站，对它的印象最深刻就是从车站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好，那出来的时候要注意是静冈过来还是关东过来，它的闸门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会出不去。那它一出来这个商店街，其实如果有机会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对的方向就是富士山。搭了巴士就然后呢，我就查着我之前没有特别留下来，还蛮特别的鳗鱼饭，结果它正停营业，所以呢就到车站正对面这里来吃。那这家其实也算是有名，然后它的方式呢是有3种不同等级的鳗鱼，然后还有不同大小，那我就点最高级。跟上次那个它是有不同的料理方式，然后让你做一个搭配。那这一次是比较单纯的一个鳗鱼饭。好，那吃完以后呢，就准备前往这个就是玉电厂的奥莱。其实单就旅行来说，狗天吧玉电厂站这边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哦，包含之前去的那个巨门风穴那个很有名的洞，那还有像就是那个制服宫的那个它的制服宫的这个一个很大型的公园，都很值得去。不过今天呢，主要是要把时间大部分花在我们的这个奥莱。好，这个方向南口这个方向其实对着也是对着富士山。
这个奥莱呢，它的车班次算蛮密的，然后也不用钱。那大概20-30分钟就能抵达，算蛮方便的。右边这个就是玉电厂的奥莱，它到底是有什么值得来的呢？因为呢，其实这个奥莱它的特色就是一个像算是全日本最大的一个奥莱，然后有可以在逛街同时享受富士山的美景。那今天的目标主要呢是逛完奥莱，然后要到国道巴士，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车，因为它就是在国道，会搭着国道巴士，然后回到新宿的市区。那由于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要先买票。那买票的地方蛮方便的，它就是在一进来以后，就是这个公车站一进来以后，旁边有一个这个它的旅客服务区哦，就是在这边呢。我本来以为是有真人服务，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它是就叫你扫 QR code， 然后用线上买票。不过这时候呢，有一个小麻烦的地方，就是呢，我们买票的这个票，我们买的票它需要刷信用卡，然后信用卡的认证呢，就是认证这边有点小问题，所以花了一点时间。那在国道这个巴士，记得一定要买票，因为它有比较上面，上面是我，就是等于是华为预约这样子。它中间有很多这种小的话，比较小的上不去。上次我没有特别走在这里。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巴士站的外面，就是巴士站一过来，还有一个区域，它是这个放行李的地方，这也是蛮重要的，大家要找好地方。它旁边有一个便利商店，就在那边。哦，颜色好漂亮啊！那整个玉电厂一样奥莱它是有3个区域，包含刚才搭车过来的这一区叫做 West Zone， 那它的右边就是 East Zone， 就是叫做精品区。那往上走则有一区叫做 Hillside， 那它中间呢是分别会有2条桥，从West Zone 或者是 East Zone 接到 Hillside。那 Hillside 走到最上，你会看到它那边会有这个游乐园，简单的旋转木马。有很大。它这种一间一间，然后一层楼的这种，对我来说，我会觉得逛起来是感觉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一个比较辽阔、开阔，看得到天空。不只是服饰，它也有一些是玩具的一些店家。那我在这边呢，这是有找到一个很有趣的，叫做 Banana Republic 品牌，然后有专门的香蕉衣服，所以就蛮适合。有啊，下面出来了。好，现在走到上面的游乐场区。那这个地方呢，它的特色就是你可以边玩游乐场，然后正对就是富士山，所以就是像这个一个小型的自由落体。那可以看到对面就是富士山，边落体边自由落体，然后边看富士山的感觉。那这时候呢是有很少数的，就是先开的，还有一些插花。那我呢就先走到这个上面的餐厅，就这个手扶梯其实也蛮壮观的，因为现在正对的就是富士山。然后呢，到了餐厅以后，就是它是一个美食街，这边的食物不会很贵，那有一些也是蛮有特色的。像上次我就在这边吃了金刚鱼，是很有名的一个充满肉的一个冻饭，然后排成一个富士山的形状。所以上次呢，我就
拿着那个东帆跟后面的富士山做一个合照，这非常有特色。刚刚一直有提到，就是巴士先预约好，然后时间要算好，因为其实从这个最上面有塞的横线然后到下面的，就是左边的线车场有比较是停车场巴士站的地方，其实是要一段时间，所以要算好时间。现在走这个透明步道，这里是会到 East Zone， 到东区这里。它刚刚那个桥呢，在通过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富士山在前面的景色。那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呢，到这边先吃汉堡。那他们对外国人来说是蛮友善的，就是可以点餐用iPad 点餐就好。然后结束以后就出来，准备要去搭车。那我前面有提到，我的行李是放在它的这个置物柜，就是便利商店这里，现在应该是算蛮好找。最后再看一眼富士山，可惜还是没有看到，只好之后再找时间来看。这个回去的巴士呢，它是预估2个小时，很快的接到首都高，然后之后刚刚就是在进行宿这一段会一直到圈圈往上，然后就到了新宿站。右边那一个就是那个由于这里是新宿站主要看那个圣诞灯饰的地方，所以我常常来这边看圣诞。然后樱花也就是简单的先开了一点点。什么？那他们在干嘛？这一天呢是住在西新宿，新宿距离新宿其实是有1-2站的距离，那我们就是走过去，走过去不会太远。特别绕过来这边看这个非常有名的大龙的头，然后最后就抵达了住宿的一个地方。那这里的价格不是很贵，它是一个家庭式的住宿。那它呢是有提供就是简单的就是厨房，那所以可以去超市买一些食物回来煮。那外面就是外面有一个阳台，然后最后呢就到超市来买一些食物，然后看看水果的价格，也当做主菜。可惜还是没有台湾香蕉。好，那感谢大家哦。这一天热海之行的第4天的影片就结束到这边。那接下来呢，我会到都里大，还有这个赛景奥莱，然后最后还会到读卖乐园的夜间活动，敬请大家期待。